在时隔1年半后，美国筹办的所谓第2届领导人民主峰会29号以视频方式开场。为了凸显所谓民主的普世性，拜登政府竭力拉一些国家为其撑场面，却把土耳其、匈牙利等北约盟友和新加坡等亲密伙伴抛在民主峰会之外。另外，美国自身的种族主义、强制暴力、腐败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中方31号回应表示，美国举办所谓第2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其实质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根据美国的利益对各国干预干涉，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傲慢、偏执、自私、霸道，也是对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背离和践踏。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简短的开场白中表示，此次峰会将致力于让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的不公正和无端战争负责，表明民主国家是强大的和坚定的。不过，拜登政府的这场新的民主秀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称，第1届民主峰会因为美国的邀请标准不确定而引发广泛批评。这次人们对美国邀请标准的争议依旧激烈，匈牙利、土耳其2个北约国家被排斥在外。报道担心，这可能激怒这2个西方为击败俄罗斯而需要拉拢的国家。华盛顿邮报称，私下里，一些美国官员和外交学者对此次峰会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清谈会，或是美国外交政策在世界上前后矛盾的一次不受欢迎的展示。因为华盛顿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人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视而不见。美国负责任的治国之道组织质问，为什么拜登要举办另一场毫无意义的民主峰会？About this summit for democrac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It is nothing but a way to reinforce the rebranding of the Cold War. It is an attempt to dominate the world. Now, what Biden and the neocons have simply done is said, look, we need to create groups for people, and we can have them believe that they're in the good group.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huh? Would you want to be in democracy? Which group do you want to be in? Well, obviously, I want to be in the good guys.Okay, then shut up.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good guys, they ain't good. See, that's the problem. 即使在民主价值观与美国最接近的欧洲，媒体对本届民主峰会热情也比上一届大幅度减少。种族歧视严重，故意掩盖核辐射和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美国民主危机的报道和指责却很多。韩国《明日新闻》也表示，美国自认为是全世界民主的教师爷，但近来世界多国经常驳斥美国对别国人权和民主指手画脚之前，应先照照镜子。在本届民主峰会前几天，美国发表的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遭到众多国家的驳斥。报道称，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不久前发布的2022全球民主指数显示，去年美国的民主排名已经跌到第30位，这可以看出美国民主水平的坍塌。位于瑞典的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也显示，美国的自由民主指数仅为0.74，堪称西方国家中民主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该报告还警告，或许不久后美国就将被剥夺民主国家的头衔。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搞这个民主峰会，它必须要今天要去检讨你的民主峰会，你的内涵到底什么？你拉帮结派的结果，我认为有很多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你去参加民主峰会也不见得会站在你这边，因为你看起来你的民主的价值是在衰退当中嘛。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举办所谓第2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其实质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根据美国的利益对各国干预干涉，目的是借民主之名搞小圈子，鼓吹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把国际社会分成3、6、9等，在世界上制造分裂，为推行集团政治维护霸权战略服务。有关做法本身严重违背民主的真谛，严重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各种共同挑战，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傲慢、偏执、自私、霸道，也是对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背离和践踏。3月29号和30号，新华社分别发布了美国在国内国际上实施任意拘押的事实真相，以及美国侵犯难移民人权的事实真相报告。2份报告以详尽的事例戳穿了美国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昭告世人，美国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帝国，是全球难移民危机的头号推手，也是当今世界上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
去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大咖云集，曾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也前来参会，并在分论坛上发言。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艾利森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变，并且陷入了高强度的竞争。他认为，此时的中美两国都应该退一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合作来避免两个核大国陷入冲突和对抗。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已在哈佛任教超过50年，其主管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高校智库。现年83岁的艾利森至今仍活跃在学术界一线，同时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学界，不仅他的学生很多成为美国政要，他也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部长特别顾问，以及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主管政策和计划的助理国防部部长。在前往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前，艾利森还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时隔3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艾利森有了新的印象。So the opportunity to see old friends whom I haven't seen for 3 years, and to meet new friends,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me. But I think secondly, one gets a very real sense, more than you would get from just, the television or from reading.That China is back.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完全恢复线下会议，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3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艾利森对于中国进一步打开大门感到振奋。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Basically, opening up has meant that China has joined the world.In increasingly a number of areas, and in each of those cases, it's able to adapt lessons that have been learned from. China is only 1/5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ell, the 4/5 are learning something too. And then as China has opened up, and as more of the world has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China, so I would say this is a part of the process of what's been ultimately what's calle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which now China looks to be as modern and advancing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艾利森因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举世知名。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对新兴大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关于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提问时，艾利森表示，中美目前正在展开高强度竞争，两国应该不断努力管控动态的矛盾，增加合作面，以避免更多的冲突。So even some people use the word Cold War. What's your view on that? I would say there's been a sea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And people are just waking up to that. If we got into a war, and if the war escalated to a nuclear war, at the end of that war, China would be gone, and the U.S. would be gone. So this would be mutual suicide. So that can't happen. We can't let it happen. So that means we have to manage to make sure we don't somehow stumble into a war.We should look and say, wait a minute, we have to survive. So in order to survive, we have to find ways to cooperate.